呢幾年 GPT 同各大 LLM 興起，令大家都話技術能力 tech skills 已經變得越嚟越唔重要，反而 language 語言能力點樣寫好個 prompt 先至係未來大趨勢。但係估唔到呢個講法維持咗唔夠2年，到咗2026年嘅今日，似乎又要改口啦。原因係 Meta 喺啱啱過去嘅12月發表咗一份震撼 AI 業界嘅 paper， 正式推出咗 VL-JEPA。 呢份論文直接咁話俾大家聽，如果你仲係覺得 AI 嘅核心係語言，咁你可能已經落後緊一個時代。依家啲 LLM 其實好似3歲唔夠嘅小朋友，佢哋淨係識得死記硬背啲句式 sentence patterns， 根本唔明現實世界嘅邏輯。所以喺 OpenAI、Google 佢哋研究緊點玩大個 LLM 嘅時候， Meta 決定做個大改變，佢哋要玩預測意義，由 generative 變成 non-generative。今日我就同大家講下呢一個轉變有咩咁勁，點解會有機會可以成為 AGI 嘅一個重大里程碑。大家好，新年快樂，歡迎收睇 NIT 啊，我 Anita。如果我問你，如果撳咗呢個燈掣，會發生咩事？ What will happen here if I flip this light switch down？ 喺意義層面上，個燈熄咗 ，the lamp is turned off， 同間房變暗 ，room will go dark， 係非常接近。呢兩個都係撳個燈掣嘅結果，即係個意義。所以對人嚟講，兩個答案都係正確。但係喺語言、文字、token 層面嚟講，佢哋就好唔同啦。兩句之間係冇任何關聯嘅，但我哋依家 AI 世代，或者我 specific 啲咁講，係 Gen AI 世代，我哋依賴嘅 LLM、Large Language Model， 或者用嚟分析圖像嘅 VLM、Vision Language Model， 全部都係用文字或者 token 嘅 pattern 嚟到去推敲個答案嘅，就好似一個2、3歲大嘅小朋友咁，佢淨係識學習大人講過，即係 training data 見過嘅句子，嚟到去估佢最 make sense 嘅答案，但係佢係唔會有邏輯，唔會知道自己講緊嘅嘢有咩意思。呢個就係點解我哋依家嘅 AI 可以答試題，可以捉棋，但唔可以做家務、煮飯，因為佢哋依家可以做到嘅就只係自己 training data 見過嘅嘢，就好似 train past paper 咁，見過類似嘅題目，佢就識做。咁嘅問題係咩呢？首先，由於冇對文字嘅理解，所以會有好高 hallucination，即係 AI 幻覺嘅機會。第二，由於佢需要顧及文字、風格、語氣呢類嘅細節，所以無論喺 training 定係 inference 嘅成本都好高，速度亦都好慢，好難達到我哋依家追求嘅即時，即係 real time 嘅速度。最後，由於冇邏輯、冇物理嘅理解，所以用落去機械上面會出現好多問題。Meta 嘅 VL-JEPA全名係 Vision Language Joint Embedding Predictive Architecture， 就係要打破呢個局限。佢唔似 LLM 或者 VLLM 咁，會 generate 下一個 token 或者 pixel， 佢係會預測發生咩事，而唔關件事嘅細節，佢會唔理，就好似人腦會將大部分嘅細節 filter 走，避免資訊量過多咁。而燈熄咗，同間房變暗，對佢嚟講意義相似。點解 Meta 咁執着要行呢條路？ Meta 嘅首席科學家 Yann LeCun 成日攞貓仔嚟做比喻。你諗下，一隻3個月大嘅貓仔，佢從來冇讀過書，冇睇過 Wikipedia， 但佢已經知道乜嘢係引力。佢跳落台會知自己會跌落地，佢亦都知道如果個波碌咗入梳化底，個波係唔會消失，而係喺梳化底入邊。但係 LLM 呢？如果你唔喺 training data 入面寫明波碌入梳化底係唔會消失嘅，佢係唔會知噶。應該話佢連咩係消失都唔知。LLM 係靠讀書嚟學嘢，但係 VL-JEPA 係靠睇片嚟學物理邏輯。呢個就係所謂嘅 world model 世界模型。佢唔係學緊講嘢，佢係學緊個世界係點樣運作。所以點解話佢係 AGI 嘅里程碑？因為佢終於唔再係死背書，而係真真正正咁學思考。我哋嚟睇下呢個 demo， 呢啲點點係個 meaning 嘅 embeddings， 紅色係呢一刻個畫面嘅判斷，而藍色就係個 stabilized， 即係計出嚟嘅判斷，即係會用幾點嘅紅色嚟到去計算翻個藍色出嚟。
咁即係話佢唔係淨係用單一個畫面嚟判斷佢做緊啲咩，而係會整合一連串嘅動作，成個 storyline 嚟做個判斷。講到呢度，你可能會問，咁對我有咩影響先？最大嘅影響就係機械人 robotics。你諗下，如果你要個 robot 幫你洗碗，如果係用 GPT 嗰套 generative 嘅邏輯，個 robot 每喐一下都會喺腦入邊運算成千上萬個 pixel 嘅變化，仲要顧埋光影、泡泡嘅反光，咁樣佢個腦一定會 overload， 動作會好慢、好遲鈍。但如果用咗 VLJEPA， 個 robot 根本唔理啲泡泡係點變，佢淨係捉緊個意義，即係將隻碟洗乾淨。佢會直接過濾晒啲無謂嘅 visual noise 視覺雜訊，反應速度會快到同人一樣。呢個先係 robot 真正需要嘅大腦。到時 AI 唔再係住喺你個 mon 入邊嘅 chatbot， 而係可以真正咁行出嚟幫你做家務、煮飯，而且係即時反應，唔使等 server 慢慢諗。仲有一點好勁就係 efficiency 效率。依家我哋用 LLM 部 server 要燒好多電，同埋本身要好勁，因為佢要逐個字 generate 出嚟。但 VLJEPA 因為只係做 embedding 嘅預測，佢唔使逐個 pixel 去畫圖。喺 paper 入面提到，佢嘅 training 嘅效率比傳統方法快好多。呢樣嘢對我哋嚟講有咩好處？意思係未來呢類嘅 AI 可能唔使連上 cloud， 單靠你部手機或者你副 AR 眼鏡嘅 chips 已經行得到，唔使將你睇到嘅嘢 upload 上 server， 所有嘢喺 local 處理晒，又快又慳電，最重要係保障埋我哋嘅私隱。有啲人會質疑話 VLJEPA 嘅 accuracy 好低，如果暫停個 demo 嚟睇，會見到佢唔單止係唔精準咁簡單，而係錯到離晒大譜。咁但係我就覺得啦，而家只係佢初期階段啫，就好似 GPT 啱啱出嘅時候咁，都係唔係好精準噶啦。但只係短短嘅時間，佢嘅 accuracy 已經上到依家90幾個 percent， 所以要改善個 accuracy 其實唔難，反而個做法個方向正唔正確先至係重點。仲有就係，就算佢而家嘅 accuracy 係咁低啦，已經可以有咁樣嘅效果咯，仲要 param 少50個 percent， 速度快成差唔多3倍。繼續咁 train 落去，好有可能再過多幾年，大家唔再係用 LLM chatbot， 而係用類似 Vision Pro 咁樣嘅裝置，連嘢都唔使講，個 AI 已經知道你要啲乜。所以翻返去一開頭我講嘅 prompting 同語言能力係咪真係最重要？喺 VLJEPA 嘅世界，答案可能係 no。當一個 AI 已經具備咗物理常識，佢睇到你個燈掣，睇到你個動作，已經知你想點。你根本唔需要寫一段500字嘅 prompt 去指令佢，請你扮演一個專業電工，幫我熄咗盞燈。呢種叫 intuitive AI， 直覺式 AI。我哋會由打字嘅時代正式步入眼神動作時代。你一個眼神，佢就知道你要乜。到時所謂嘅 prompt engineering 可能就好似當年嘅打字機咁，變成一個歷史名詞。唔知大家對 VLJEPA 嘅信心大唔大呢？我就覺得無論如何，呢步都係邁向 AGI 嘅一大步。雖然對我呢種 I 人嚟講，都仲係好中意文字嘅溝通。不過我覺得個人嘅習慣同埋喜好係會隨住時間而改變嘅。如果個效果唔好，咁當然就好難會改變啦。但如果到咗某一日用嘅效果同個 experience 好嘅時候，就唔同講法啦。好啦，今日就係咁多，記得 like、comment、subscribe。咁我哋下次見啦，拜拜。